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于2月28号至3月2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国驻白俄罗斯大使谢晓用在受访时用“肝胆相照”来形容两国关系。被称为“白铁”的白俄罗斯与中国到底有多铁？处于俄乌冲突漩涡中的白俄罗斯又怎样看待中国立场？来看报道。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28号上午已经乘坐专机从明斯克启程。27号的外交部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在介绍相关情况时表示，中国和白俄罗斯是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建交31年来，两国政治互信不断加强，各领域互利合作逐步深化，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作日益紧密。去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撒马尔罕峰会期间，同卢卡申科总统举行了会见，共同擘画了中国和白俄罗斯关系发展的新蓝图。中方期待同白俄罗斯一道，以此次访问为契机，推动两国全方位合作进一步发展。23号，卢卡申科在明斯克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说，回想起来，在我与中国数十年的交往中，充满了温暖和美好的回忆。卢卡申科表示，白俄罗斯是一个机械制造国家，目前白中双方正在就产业政策进行对话。卢卡申科指出，如今白俄罗斯需要向中国学习新的技术，所有领域我们都感兴趣，从生物技术到国防，中国都取得了巨大成就。采访中，卢卡申科还特别介绍说，他的小儿子也在两国有关高校的联合培养项目中学习生物技术。他说，无论是以个人身份，还是作为白俄罗斯总统，我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深圳卫视发现，白俄罗斯是我国第2个与之建立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的国家，另一个国家是巴基斯坦。而多年来，中白两国相互支持、互利合作，白俄罗斯也被亲切地称为“白铁”。白俄罗斯是中国在欧亚地区的重要贸易伙伴，也是最早响应并积极参与中方“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之一。双方共建的巨石中白工业园已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明珠。同时，中国已于2022年升级为白俄罗斯第2大贸易伙伴。此外，白俄罗斯还将人民币纳入了外汇储备，使人民币成为更多国家认可的避险货币。2022年，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已启动白俄罗斯成为正式成员国的进程。中方欢迎白方在不久的将来正式加入上合组织大家庭。就在卢卡申科官宣访华前一天，中国外交部长秦刚24号同白俄罗斯外长阿列伊尼克通电话。秦刚表示，中方愿同白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保持高层交往，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推动两国合作取得更多丰硕成果。中方将继续支持白方为维护国家稳定和发展所做努力，反对外部势力干涉白内政和对白实施非法单边制裁。值得注意的是，卢卡申科这次访问也因乌克兰危机而受到外界特殊关注。24号，中国发布了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白俄罗斯明确表示支持和赞成中方立场。卢卡申科表示，与美国在俄乌冲突中煽动对抗不同，中国正在以十分谨慎的态度，以地区和平为关键词，发出严肃的声音。中国发布关于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中国立场文件，是中国奉行和平外交政策的一个范例，也是一项全新的独创性的举措，将在世界上产生深远影响。他还强调，白俄罗斯也持相同立场，我们在乌克兰问题上所走的道路是和平之路，中国人走的也是这条路。我100%确信，俄罗斯人也倾向于结束这场冲突。乌克兰危机升级以来，作为俄罗斯盟友的白俄罗斯受到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美国和欧盟以白俄罗斯协助俄罗斯在乌军事行动为由，对白实施多轮制裁。即便就连西方军事分析人士也表示，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白俄罗斯可能参与地面作战。27号，欧盟理事会又宣布，已决定将针对白俄罗斯的制裁措施延长1年，至2024年2月28日。欧盟自2020年8月开始对白俄罗斯实施制裁措施，包括相当数量的进出口禁令，涵盖金融、运输和投资等领域。欧盟及其成员国还将继续冻结白俄罗斯195名个人、34家机构和企业在欧盟的资产。
那么咱们呢是坚定的要劝和促谈，这个4个字呢是咱们解决俄乌冲突或者说政治解决俄乌冲突的一个基本的政策。这点上面呢咱们是坚定的，咱们不怕美西方说咱们是什么。我想呢，那随着时间的推移，世界各国的人民呢都应该能够看到谁真正是把这个人类共同的命运把世界各国共同的利益放在首位的，而不是说为了自己的一己私利去递刀拱火，去扩大这个冲突的规模，去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尤其是反对使用核武器、避免核战争方面与中方商谈，这些深入的沟通不仅有助于化解危机，也将进一步提升中白两国的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明斯克国际关系对话委员会主任普赖赫尔曼就表示，白俄罗斯长久以来都将中国视为重要的外交政策和经济伙伴，因此在深化对华关系方面投入了大量时间与政治努力。而在当前西方对白俄罗斯实施前所未有的制裁之际，中国对明斯克的意义就更加重要了。在咱们推出中方的这个立场文件之后，卢卡申科总统访华呢，我想是有利于劝和促谈的，因为白俄罗斯呢，它既是跟美西方产生冲突的这个当事方之一，然后但是它又没有直接介入特别军事行动，那么这样的话说，它的这个地位呢也比较特殊，就使得这个白俄罗斯在劝和促谈这方面呢，跟中国有合作的空间，然后同时呢也有合作的意愿。我想呢，这个呢是推动咱们的劝和促谈的这个具体步骤落地的一个重要的举措。在中美关系因气球事件余波未平之际，近段时间美国对中国的抹黑和制裁正在变本加厉，不仅恶意散布中国对俄军援，再次翻炒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冷饭，还继续借人权问题打压中国。美国多名高官在不同场合加大反华舆论战攻势，究竟目的何在？来看报道。2月27日，外交部长秦刚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52届会议高级别会议发表视频致辞，就促进和保护人权、加强和改进全球人权治理提出了4点中国主张，包括坚持走符合各国实际国情的人权发展道路，共同反对有的国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武器化、工具化，反对有的国家无视并无力解决本国国内存在的严重人权问题，却到处充当人权教师爷，对别国指手画脚。外界注意到，美国等少数西方国家为维护自身霸权、遏制中国的发展，长期以来借人权问题打压中国。近日，美海军部长托罗就无端指责中国为保障自己强大的造舰能力，使用了大量的所谓奴隶劳工来维持中国的13个大型造船厂的运作，才让中国一个造船厂的产能就能近乎超过美国所有造船厂的总和。托罗污蔑中国的造船能力，但没有提供任何细节来证明他的无理指控，就连美国媒体也觉得托罗的说法很荒谬。CNN 援引分析人士怀疑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美国企业研究院的印太防务政策专家布莱克·赫钦格说，中国拥有非常庞大的可用人力资源，在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高科技领域使用奴隶劳工真的讲不通。赫钦格还批评说，德尔托罗这样的言论表明美国的注意力放错地方，损害了美国的能力。实际上，美国在人权领域有着斑斑劣迹，却一直对本国糟糕的人权状况熟视无睹。美国数以万计的民众因枪支暴力问题而不幸丧命。俄亥俄州毒列车可能对当地民众健康造成长期危害的情况下，美国两党政客却借这些议题进行政治角力，对民众的生命权等基本人权漠不关心。而近日，美国再爆滥用童工丑闻，全美最大食品安全卫生服务商之一的包装工卫生服务公司，非法雇佣100名年龄在13至17岁之间的未成年人从事高风险工作，凸显美国在儿童权益保护方面存在巨大的人权黑洞。美国罔顾自己的国内的人权的非常糟糕的状态呢，反而呢集中精力来攻击其他的发展中国家，特别他们还是要强烈的要攻击中国。我个人觉得呢，除了他一贯有的这种动机以教师也自居以外呢，
也许他还蕴藏了一个更险恶的动机，就是说呢，要转移国内的视线。值得注意的是，在中美关系因气球事件余波未平之际，美国多名高官在不同场合对中国进行各种抹黑、栽赃和炒作，恶意散布中国对俄军援论。早在本月18号，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妄称，有消息表明中国正在考虑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弹药。1周后，美国中情局局长伯恩斯和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分别向媒体宣称，确信中方正向俄方提供致命装备。美国媒体更是绘声绘色描述中国向俄提供武器清单，但这些说法其实并没有任何实际证据的支撑。 Lethal support. What would that entail? What do you think? Weapons. That's ammunition. That's Primarily weapons. We also don't see that a final decision has been made yet, and we don't see evidence of actual shipments of lethal equipment. We have at this point not seen them take the step of providing weapons to Russia for purposes of the war in Ukraine. 美国总统拜登近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也直言，他不认为中国会向俄罗斯提供武器。I don't anticipate, we haven't seen it yet, but I don't anticipate a major initiative on the part of China providing weaponry to Russia. 俄新社的报道认为，美国一直在乌克兰危机中不断拱火，而中国日前发表了呼吁俄乌进行谈判的立场文件。近2天来，欧洲多地纷纷爆发反战示威游行，显然中国的立场引发更多国家的赞同。美方此时大规模对华发起军援俄罗斯的指责，目的就是为了诋毁中国，转嫁外界对美国的不满。观察指出，美方的举动充分说明他在对俄进行战略打击，以乌克兰为棋子消耗俄罗斯的同时，始终没有放弃围堵中国和使中国边缘化的战略。在对华表面竞争、实则对抗的战略把戏中，美国利用新老议题散播能够引发国际关注及盟友易于跟随的议题，试图把国际上的热点问题都激化为中国责任论，意图诋毁中国在俄乌冲突中秉持的建设性中立立场，最大限度破坏中国的内外部发展环境。在目前呢，中美关系又不是太好的这个背景下呢，我觉得呢，就是说美国政府大肆造谣，都有转移视线的这种做法在里面呢起作用。美国的大选帷幕已经拉开，而且据报道呢，拜登呢他是打算呢要竞选连任的。那么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俄乌战争呢，如果进一步朝着这个战火激烈的把美国进一步拖进去的方向发展的话呢，对他的这个选举呢，连任选举呢，也恐怕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呢，他把矛头转向中国，那么他要达到的根本目的呢，我觉得呢，很大一部分呢，也是为他的国内政治服务的。更荒谬的是，美方近期还集中翻炒起新冠病毒溯源问题的冷饭。《华尔街日报》26号报道，根据最新提供给白宫和国会的一份机密情报报告，美国能源部已得出结论，声称新冠病毒最有可能是意外从中国实验室外泄的。不过，《纽约时报》当天援引知情官员的话称，这份情报相对薄弱，能源部的结论可信度较低。美国驻华大使伯恩斯却在视频出席美国商会27号的活动时，借这么一份可信度低的报告，喊话中方应该对新冠溯源表现更加透明的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回应称，中国是迄今唯一多次邀请世卫组织国际专家组到本国开展新冠病毒溯源合作的国家。中国在溯源问题上分享的数据和研究成果最多，为全球的溯源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美方将溯源问题政治化，抹黑不了中国，只会拉低自身的信誉。伯恩斯先生作为美国驻华大使，应当多做有利于改善中美关系、增进两国人民理解的事情，而不是相反。伯恩斯近期频频发表涉华谬论。本月15号，他在北京出席中国美国商会年度答谢晚宴时，就当着在场350名中美政商界代表，大肆批评中国贸易、国有企业、产业补贴、网络安全、审查制度、防疫、人权政策等，引发在场人士的强烈不满。
中国美国商会的工作人员透露，伯恩斯发表演讲时，现场气氛极为尴尬。这次晚宴是商会年度最高规格活动，伯恩斯却在现场多次提及敏感内容，商会原想避免的话题几乎全部被他提到。事后，甚至有美企高管责问商会为何邀请伯恩斯，认为其言论不合时宜的妄议中美关系，将可能影响今后与中方有关部门的沟通关系。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商界对伯恩斯涉华谬论的怒气值拉满，反映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中国市场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27号，华南美国商会向外界发布2023年中国营商环境白皮书和2023年华南地区经济情况特别报告，其中显示，超90%受访企业将中国视为最重要的投资目的地之一，中国依旧是企业投资最青睐的热土。在受访的210家在华美企当中，88%的企业表示，去年在中国实现盈利，没有任何企业打算完全撤离中国。而据商务部本月发布的最新数据，中美去年双边贸易额达历史性的6906亿美元，也充分说明了中美经济结构高度互补、经贸合作互利共赢的本质。在中美之间的这种经贸合作中呢，中国的观点一向就是这两个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呢，合则双利，这个斗则俱伤。根据相关的统计呢，大部分美国的投资者呢，都有进一步呢在中国站稳阵脚，然后呢进一步巩固他们在中国的事业。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呢，他们的大肆的诋毁、攻击中国的投资环境，甚至抹黑中国，这种行为呢，对美国的投资者是非常不利的，特别是对他们所期望的在中国的正常的运营呢，会造成困扰。所以呢，美国的政客呢，他们到底要打算怎么做呢？让我们拭目以待。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美国在不断散布对俄军援、翻炒实验室泄露等等谎言，以此来抹黑中国。您如何看待这一现象？美国就不能好好跟中国说话吗？主持人好，每逢美国理屈词群时，习惯性的做法呢，就是拿新冠实验室泄露说事。特朗普政府是如此，拜登政府呢亦如此。在俄乌军事冲突1周年之际，美西方呢不断地向战场输送武器，使得冲突愈演愈烈。中国提出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可谓是对美西方不断拱火的当头一棒，也是对拜登投放乌克兰鼓噪战争的有力一击，引起了世界的广泛关注和反响。包括一些欧洲国家在内，似乎都醒了，说对呀，劝和促谈才是出路，干嘛呢？要送武器持续战火呢？就连美国民众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美国送武器到战场，让更多的人死亡，让更多的乌克兰难民流离失所，道德上站不住脚，有违人道主义。况且呢，俄罗斯并没有对美国安全构成实质性的威胁。于是呢，美国政府就用抹黑的方式，用造谣的手段，不断的散布中国将对俄军援，又把莫须有的实验室泄露拿出来炒作，实际上呢，是在掩饰他们的虚弱和尴尬。美国援乌抗俄是成功还是失败，不是一目了然吗？另外呢，俄乌军事冲突打出了后西方时代，一战以后直到冷战结束以及后冷战时代，美西方呢都在主导世界事务。但是俄乌冲突这一年呢，情况变了，很多国家不跟西方了。世界上130多个国家保持着中立姿态，不愿掺和到其中。现在呢，则是呼吁停战和谈。法国总统马克龙也承认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正在迅速对西方失去信心。这就说明呢，西方无力主导世界事务了，多元化的世界格局呢正在来临，这个后西方时代是呼之欲出，而中国呢又是最有实力的新生力量，倡导合作共赢。中国解决乌克兰危机的方案呢，贯穿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得到了很多国家的支持和响应。这美国呢也就坐不住了，开始大胡乱说，污蔑中国。这个美国呀对中国说话，这个今后较长的一段时间恐怕呢都不太会正常。那么直到美国呀自认霸权衰落了，才能够好好说话。白俄罗斯总统到中国访问，让美西方过敏。那您怎么看卢卡申科访华呢？美西方对卢卡申科访华过敏，总是担心呢中白两国会不会帮助俄罗斯反制美西方对乌输送武器，这个燃烧战火。这一方面呢，说明他们对自诩的西方必须赢不容输没有信心；
另一方面呢，也说明他们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真的是不太懂。我刚说了，美西方援乌抗俄呢，打出了后西方时代，中国和其他国家呢已经向前迈步了，而美西方呢还在原地踏步，还在为俄乌冲突纠缠打斗。看看白俄罗斯总统的对华国事访问议题，交流的重点呢包括政治、经济、农业、人文、科技、投资、环境保护、人道主义合作等等，深化各领域合作。其中呢也包括讨论如何解决乌克兰危机，但这是一小部分。白俄罗斯支持中国的和平解决方案，希望呢能够化解乌克兰危机。但是呢，这次国事访问的重头戏仍然是加深两国的合作，落实两国元首去年9月份提出的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的各项议程。要是用通俗的话讲呢，就是你们去纠缠吧，我们要往前走了。中国和白俄罗斯以及其他国家的合作发展不会呢被陷入泥潭的乌克兰危机所羁绊。好的，谢谢陈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日前曝光的拜登政府毁台计划在岛内引发民意反弹。近日，台媒又爆料称，台防务部门预计将实施所谓全民防卫动员法，加大新闻管制力度。此外，学生动员计划今年起也积极准备，16岁以上学生不分男女全部列入动员名单，这让岛内民众，尤其是家长极为恐慌。难道蔡当局已经准备让孩子们上战场了吗？据台湾中时新闻网等多家岛内媒体报道，台防务部门已于本月21号发出公告，将所谓《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修正草案更名为所谓《全民防卫动员法》。未来如果台当局领导人发布动员令，将会对岛内出版事业、广播电视事业及新闻从业人员实施必要管制，甚至连网络平台从业人员也要接受调查。消息一出，立刻引起舆论炸锅，纷纷呼喊绿色恐怖又来了。现在民进党要把整个紧急状态常态化，说穿了就是等于是要把这个台湾再往过去威权时代的老路去走。那台湾民众要放大眼睛，睁大眼睛去看，本质就是要扩大民进党的滥权，关中天新闻台，然后用网军跟豢养媒体的方式来去掌握舆论。到现在这样子他还不满足，他还要再搞一个所谓的动员法，来一个准备动员令，干什么呢？要能够彻底的去抹煞大家的所谓的言论跟自由。那这是今天民进党一个赤裸裸的阳谋，只是台湾民众你能接受吗？岛内舆论痛批民进党当初打着所谓民主旗帜成立的政党，现在想方设法就是要掐住媒体喉咙，巴不得所有信息都照蔡英文或民进党的意思发布。再怎么害怕丢掉选举，也不能这么粗暴难看。如果发生战争，那可能有战争管制法，这个是一种法律。是，没有人在搞那什么全民防卫动员法，哪有这种法？拜托。你如果说进入战争状态，那个很明确嘛。对。什么叫全民防卫？这个显然就是为了你的政治利益了，这太明显了。是。引发岛内民众更大恐慌的，还包括过去流于形式的青年学生动员计划，今年起也积极准备。据台媒披露，台教育部门近日召集各地教育主管机关讨论，要将16岁以上学生不分男女造册提供给台防务部门，纳入全民防卫动员系统。学生每年将进行8小时的基本训练，以及2次常年训练。报道称，这显示民进党当局积极筹备动员学生所谓保乡，战时要投入消防救护及武器生产等任务。去年，民进党当局不顾岛内民意，强推18岁以上役龄男青年役期延长为1年，舆论已经强烈不满。而如今，对于16岁以上学生也要动员，台防务部门紧急澄清，这些学生不会直接参战，但还是引发岛内民众恐慌一片。会怕死，因为我会害怕。加一。不会，我没有这个勇气，可能真的就是只能被牺牲了。突然就说啊，娃娃兵就要上战场，训练他、教他，他都还没有会，就把他送上去了。事实上，台当局要搞所谓全民作战总动员，不是1天2天了，其意图就是将台湾老百姓绑上台独战车。早在2021年12月30号，台防务部门设立的所谓全民防卫动员署正式揭牌。当时蔡英文亲自举行揭牌仪式，并声称只有建立所谓全民防卫观念，才能打造坚实防务。不过，对于青年学子上战场，就连岛内军方人士也不认同。
他没有这方面的技能，课程也没有上，然后也没有训练，在没有训练的状况下去动员他，那只能送到战场当炮灰。岛内舆论怒轰蔡当局只会一位妹妹谋独，最后让台湾民众沦为牺牲品。今天到底是谁让我们上战场呢？是民进党为了选票，还是美国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让台湾的年轻人上战场？外界注意到，进入2023年以来，美国及蔡英文当局继续大幅推进美台勾连，在多领域通过连串切香肠动作，不断强化美方对台湾地区的控制与渗透。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近日声称，世界如此关注台海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这不是中国根据其主权所认为的内部事务，而是全世界都关心的问题。对此，在28号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毛宁回应称，布林肯国务卿的言论极其不负责任，十分荒谬，中方坚决反对。在台湾问题上，布林肯国务卿需要认真上一上历史课。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也是中国同其他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重要政治前提和基础。毛宁表示，在台湾问题上，美方对中方做出的政治承诺白纸黑字，清清楚楚。一段时间以来，美方蓄意无视和歪曲历史事实，在台湾问题上发出错误信号，大幅放宽对美台官方交往的约束，强化美台军事联系，鼓噪今日乌克兰，明日台湾，甚至有媒体爆出美政府制定了毁灭台湾计划。人们不禁要问美方究竟意欲何为？毛宁强调，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的政治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中方绝不允许任何外部势力干涉中国内政。我们奉劝美方悬崖勒马，停止在台湾问题上走边缘、切香肠、搞突破，停止混淆视听、信口开河。如果美方一意孤行，必将导致严重后果，美方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近来，美国持续拿台海议题做文章，尤其是拜登毁台计划持续在岛内引发巨大反响。尽管美在台协会一再强调美台关系坚若磐石，但以美论甚嚣尘上。我们看到去年1年美国就有这个所谓的要去搬走台积电要去掏空台湾的战略资源然后要在台湾去广布地雷、广布导弹把台湾打造成武器库的等等的这样一些，已经不只是提法，而且是更多的是切实的正在进行的政策。包括对于台湾的这个所谓的全民防卫动员体系的一个改革，那么这样看来，与拜登所讲的这个所谓的毁台计划，那么就显得是非常的契合。台退役将领帅化民就表示，其实美国的毁台计划在战争中有称作焦土政策，而美国毁灭台湾的形式还可能分为主动跟被动，其中台积电就被列为美方主动摧毁的目标之一。他警告，蔡当局正带领台湾一步步走上美国设计的毁灭模式。执政党有责任保护台湾2300万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不能够抱一条大腿跟着美国的布局去抗中，应该开启谈判的手段，因为谈判获得和平。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7号明确表示，日本政府拟采购400枚美制战斧巡航导弹。日本防卫省此前已宣称，将在2023财年从美国一次性采购大量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年度预算案中已列入约2100亿日元作为采购经费，采购的导弹预计将在2026年度起列装日本自卫队。对于日本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美国为何从谨慎转变为积极？日本配置战斧对中国有何影响？来看报道。围绕购入战斧巡航导弹的具体数量，在27号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明确表示，预计将购买400枚作为保有反击能力及攻击敌方基地能力的装备使用。他进一步解释称，自卫队拥有的导弹数量和单价因涉及暴露作战能力未曾公开过，但购买战斧导弹受到关注，因此决定公布具体数量。但对于采买细节，岸田文雄并没有详细说明，理由是此次购买具有军事敏感性。关于在野党要求出示的反击能力行使视力，日本政府曾表示，出于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角度，在安保上不应透露，难以出示视力。实际上战斧导弹
现在除了日本之外，美国只外销过一个国家，就是英国。2014年出售给英国65枚战斧，这次出售给日本，而且这么多数量400枚，其实也破了记录了。意味着其实就像外界说的，日本具有了攻击能力其实他提的就是先发制人的打击能力，而这个先发制人，他特别提到就是可能对手没有对他先进行攻击，只是他认为有攻击的可能性。他就可以对对手基地攻击，这意味着什么？大家心里很明白所以我觉得这个表态也就是表明了日本采购战斧之后，它将具备一个远程的对周边地区地面攻击的这样一个能力。实际上，在大约2周前，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在记者会上证实过这一消息。当时，滨田敬一表示，考虑以2023年的预算取得全部所需战斧巡航导弹，而且不是以之前打算的几年内分批落实购买计划，而是一次性完成购买计划。不过，滨田并没有说明政府改变主意的原因，也没有披露日方打算买多少枚战斧巡航导弹。当时媒体根据2023年度政府预算案中已列出的2113亿日元数额和战斧巡航导弹的单价，计算出日方所购战斧巡航导弹数量最多在500枚左右，比现在岸田文雄公布的数字多了100枚左右。有分析指，岸田和滨田对采买细节的讳莫如深，并不是故作神秘，而是他们明白日本此举的敏感，因此在言语上比较谨慎。美制 BGM-109 战斧巡航导弹是美国一款技术成熟的全天候亚音速巡航导弹，使用全球定位系统卫星信息，可以精确摧毁目标，飞行高度较低，不易被雷达捕捉。自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投入实战以来，已在无数实战中使用。1991年海湾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包括2017年美国攻打叙利亚时，都曾使用战斧巡航导弹。第5批战斧巡航导弹于2021年3月推出，改进了导航和飞行中锁定目标的能力等。美国海军在2021年3月25日收到了首枚 Block 5型战斧巡航导弹，其射程扩展到2414公里。战斧巡航导弹在日本海上的射程可覆盖朝鲜全境。战斧巡航导弹对日本的售价为每发1到2亿日元。日本政府考虑通过对外军售的模式完成采购，即通过政府间协议进行军火出口。英国在2014年曾购入65枚战斧巡航导弹，合计约1.4亿美元。早在2013年，日本在修订防卫计划大纲时就考虑过拥有反击能力，并曾就购买战斧巡航导弹与美方进行幕后接触。然而，奥巴马政府当时担心来自中国和韩国的反弹，婉拒了日本。可以看出，此前在日本采购战斧巡航导弹事宜上，美方的态度还算比较谨慎。直到去年8月，出任防卫大臣的滨田敬一对引进战斧巡航导弹事宜非常积极，开始与美国的全面谈判。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当前的政策强调一体化威慑，希望通过与盟友合作增强威慑能力。如果日本自卫队能够获得战斧巡航导弹，反击能力将大幅提高。这也将表明美国对日本的信任增强，也是美日同盟深化合作的一个迹象。在日本转守为攻的军事发展路线下，日本对于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兴趣可谓与美国在印太地区的战略设想相符，相关协商也变得积极了起来。去年10月，在日本决定修改安保战略，允许日本拥有反击能力时，就有多位日本政府官员表示，日美两国就日本采购战斧巡航导弹的谈判已进入最后阶段，而且美方对于达成交易表现出非常积极的态度。去年11月，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向美国总统拜登表达加强防卫能力的决心。拜登说，日本购买战斧的优先权很高，并强调美方将稳步推进采购程序。据称，引进美制战斧巡航导弹若能实现，将很有可能配备在日本海上自卫队护卫舰上，舰船装备需要进行相应改装。值得注意的是，去年12月12日，在为修改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防卫文件而举行的15次会谈中，日本两党更是明确提出引进美制巡航导弹战斧用于反击能力的构建之中。在整个反击能力建设中，日本在未来5到10年规划了3个目标，即自产12式地对舰导弹、自研超音速导弹以及引进美制战斧巡航导弹。
分析指，这些装备都具有中远程攻击能力，如果能达到1500公里左右的射程，即便不在琉球等地部署，在北海道部署，也能覆盖中国大部分地区。其目的就是要对中国形成所谓的饱和式攻击的军事能力，以此在钓鱼岛和台湾问题上对中国大陆进行干涉。日本的一些政要或前政要也已经明确指出，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就是日美同盟有事，这个说的也已经很明确了啊。所以我甚至觉得美国也可能有包藏着一些图谋，就是甚至于可能把日本推到前台，就是一旦这个台海有事的时候，让日本和中国发生冲突，美国借着日美安保条约，然后美国也介入啊，他整个就把日本变成一个鹰犬和打手啊，和这种相当于急先锋的这样一个角色啊，所以我觉得这种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值得亚太地区各国人民，包括中国的警惕。日本防卫省表示，战斧巡航导弹的部署预计将在2026年春季之后开始，而要形成所谓的对华饱和式攻击的军事能力，日本最终购买战斧巡航导弹的数量将不会停留在400枚，后续可能还会有多批购买。不过，尽管岸田政府着急推进战斧巡航导弹的采购流程，但是相关武器在日本的部署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高昂的军费开支最后由谁来买单？岸田所谓防卫增税方案已经在日本国内引发了很多不满。而就在26号下午，日本冲绳县市民团体组织大规模集会，反对日本政府去年12月通过的新版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份安保政策文件，反对增加防卫费，在冲绳岛屿部署导弹，扩充自卫队。活动参与者表示，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得到了北约，特别是美国的支持。美国企图让日本自卫队在东亚地区发挥所谓更多的作用，这对日本来说是非常危险的，也与日本的和平宪法根本对立。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吴健。吴先生您好。日本引进数量庞大的美国战斧巡航导弹，基本已成定局。我们知道，日本过去多次向美方提出购买战斧导弹，但都遭到拒绝。这一次，美国为什么会松口呢？早在去年的新版防卫白皮书里，日本就公开了国产准巡航导弹的风洞模型，样子跟战斧很像。紧接着呢，又传出日本直接买战斧的消息。按照读卖新闻的说法，日本政府最终希望得到千枚国产和外购的巡航弹，部署到九州到西南诸岛，成为日本反击能力的核心。这种变化其实是日本军事战略由守转攻和对美捆绑的直接结果。从2012年开始，日本就积极配合美国的重返亚洲和印太战略，同盟关系呢快速升温。美国实际上纵容日本的军事正常化，因为美日两国在遏制中国的目标上是一致的。微妙的是，美国西太战略目前的布势是讲究少出力多收益。所谓新概念的远征前进基地作战，也就是 EABO， 看似讲究以海军陆战队这类的快反部队第一时间介入与大国的冲突，用岛链来控扼海洋，用分布式打击置对手于手忙脚乱。可归根到底，与大国的第一波较量里，美国更愿意让日本当炮灰。毕竟越战之后，美国十分强调所谓冲突本地化，鼓吹亚太盟友分担责任。日本呢，恰恰可以借势营造更具进攻性的武装力量，为其政治大国身份来站台。某种意义上，现阶段日本通过自研和进口巡航弹构筑有效进攻能力，关键是跟美国建立更深的指挥一体化，这也是美国自信能拴住日本的缰绳。毕竟战斧可以给你，可打得准还得靠我的情报和技术支持。但长远看，美国放虎出笼的策略完全是在刻意拆除战后的远东和平体制，给地区平衡制造危机，稍有不慎就会对美国自身利益造成反噬。要知道120年前，英国就企图用武装日本来对付俄国，继而保全自己的远东利。可后来呢，养虎为患，让日本成了大英帝国崩溃的催命符。美国武装日本，很大程度上是对自己乃至整个亚太的不负责任。从日本去年修订最高战略指针到研发购买进攻性武器，
岸田政府究竟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呢？自从俄乌冲突后，日本政界的普遍观点是，世界变局有3大趋势：一是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强国正在赶超发达国家；二是传统强国和新兴国家的实力差距在缩小，多极化越来越明显；三呢是美国溢超地位受冲击，所以美国把中国定为最大竞争对手，为此不得不重视日本在亚太的分量。据此，日本决策层始终伴随3大指标进行衡量：一是日本现有政经地位的起伏；二是盟主美国的实力走向；三是中国崛起对日本的现实压力大小。这些变量交织下，日本要同时谋求许多目标，比如成为正常国家，强化对美同盟，同时避免中日关系破局。这就需要日本非常小心地把握平衡。首先呢，日本希望配合美国，一方面在高科技领域对华脱钩，但另一方面又以所谓基于国际协调的积极和平主义，围绕军备竞赛、领土纠纷、经济摩擦等灰色事态来牵制中国的发展，在同中国的接触中获得周旋的空间。其次呢，出于制度怪疾，日本紧抓美国，押宝中美会长期对抗，参与由美国主导的意识形态对抗、舆论宣传压制等等恶化行动，并继续以增强互操作性为抓手，强化日美军事互助，从而借机实现军事彻底解禁。第三呢，日本不可能彻底颠覆行之有年的对华外交立场，基于对中国现实实力的承认，日本难以做到对华全面对抗。请注意看，这几年的日本防卫白皮书都含蓄地承认，跟中国打交道持续要以国力为后盾，而日本综合实力做不到完全与中国对抗，甚至需要中国来帮助日本一起应对当前的经济逆全球化。无论日本的安保战略如何转守为攻，有一点它是无法逾越的，那就是日本若还谋求经济复苏，就绝不会轻易把中日关系搞僵，在涉华关系上守住崩盘底线，且要留有可回旋余地。在执行政经分离的政策下，对我们维持一种若即若离的状态。主持人，好的，谢谢吴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